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首播将至，成毅、李一桐领衔，成毅再次上演美强惨，武侠迷们全体起立，今年最炸裂的武侠剧王炸来了，成毅、李一桐带着英雄志杀疯了，肖顺尧、王千源、郑业成三大硬汉集体飙戏，这阵容简直是武侠界的复仇者联盟。明朝土木堡之变的大场面加四大男主相爱相杀的权谋局，原著粉狂喜，这不就是我等了20年的武侠天花板？虽然播出时间还没定档，但光看路透里成毅白衣染血挥剑的镜头，我已经把必追打在公屏上了。要说英雄志原著有多牛，江湖传言金庸封笔古龙式，江湖唯有英雄志。作者孙晓写了22年，豆瓣评分硬是扛在 9.1 分不动摇。书里最绝的是把土木堡之变这个真实历史事件和四大男主的命运拧成了麻花。1449年，明朝50万大军被瓦剌团灭，明英宗被俘，这句直接把卢云、秦仲海、杨素官、武定远4个狠人扔进这个历史绞肉机。成毅这次演的卢云，绝对能让他从仙侠顶流变身武侠一哥。白天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晚上化身暴雨剑单挑8大掌门。这角色有多带感？原著里他抱着女主跳崖还能背论语，简直是文武双修的天花板。路透视频里他吊着威亚在空中连转7圈劈剑，武术指导直接喊话，这段绝对超越莲花楼打戏。李一桐演的顾倩熙，绝对是近10年最带劲的武侠女主。别的剧女主还在嘤，这位解开局就是灭门惨案幸存者，带着半本武功秘籍杀穿江湖。最绝的是和4大男主都有感情线，跟卢云是青梅竹马，跟秦仲海是救命恩人，跟杨素官是权谋 CP， 跟武定远是生死搭档。预告片里他红衣策马射连弩的镜头，直接梦回射雕黄蓉，但多了3分杀气。老戏骨王千源这次要颠覆形象了，他演的杨素官，表面是文质彬彬的礼部侍郎，实际是操控朝堂的幕后黑手。历史上土木堡之变后，确实有个于谦力挽狂澜，但剧里这位杨大人可比于谦狠多了，为了权力能把亲爹送进诏狱。王千源自己爆料，为演好这个明朝洛基，他翻烂了明史和万历15年。武术指导请的是绣春刀团队，人家放话了，这次不用慢镜头糊弄观众。肖顺尧演的边关猛将秦仲海，那把80斤的鬼头刀是真家伙。为拍雪夜单骑救主的戏，他在零下10度的横店光膀子砍了3天，刀都砍卷刃了2把。历史上土木堡之变确实有武将范广单骑救主，但剧里秦仲海更疯，他敢带着300残兵反杀瓦剌2万铁骑。郑业成演的锦衣卫指挥使，直接把庆余年燕小凡的狠劲升级了。飞鱼拂绣春刀只是标配，他独创的13连环踢，专门踹人膝盖，这可不是瞎编。明代锦衣卫真有12路弹腿的记载。有一场赵玉审问戏，他硬是用眼神把群演吓到 NG 12次，导演直呼这哪是锦衣卫，活阎王啊！剧组烧钱烧出新境界，光是成毅那套白衣书生服就用了6种纱，为还原被暴雨打湿的效果，服装组专门从日本进口遇水变透明的特殊面料。李一桐的红衣战袍更夸张，裙摆上300只金线绣的蝴蝶，每个翅膀都能随风抖动，这手艺是故宫绣娘团队亲自下场，场景搭建直接惊动历史学家。土木堡战场一复原，500顶蒙古包全是真羊毛搭建，群演铠甲照着明英宗御林军实物复刻。最夸张的是瓦剌大帐里的狼头装饰，道具组真跑去内蒙古找了非遗传承人，用传统工艺做了3个月。这剧权谋戏狠到什么程度？
前2集就死了6个尚书。杨素官设局让卢云背黑锅，反被卢云用论语破局。秦仲还表面帮皇帝练兵，暗地倒卖军火。武定远更绝，拿锦衣卫当私人侦探所用。历史上土木堡之变后的朝堂确实乱成舟，但剧里这帮人硬是把权谋完成了鱿鱼游戏。导演尹涛放话，我们这是武侠版纸牌屋。程毅和萧顺尧有场朝堂对峙戏，两人表面客客气气，实则脚下较劲，硬是把青砖的踩裂了3块。现场收音师说，光听他们念台词的语气变化，都能脑补出800字小作文。说真的，现在能让我等的抓心挠肝的剧不多了。英雄志要打戏有真刀真枪，要权谋有历史厚度，要颜值有4大男主集体耍帅，要演技有王千源这种细腰坐镇。虽然播出时间还没定，但各大视频网站已经为独播全抢破头了，鹅厂开价8亿，酷家直接压上全年宣传资源。武侠迷们赶紧把预约按钮戳烂，这剧绝对能重现当年《琅琊榜》万人空巷的盛况。最后甩个硬核知识点，剧组为还原真实战场，特地请了明史专家毛佩奇当顾问，人家可是百家讲坛明朝专题主讲人。冲着这份考究劲儿，英雄志不报天理难容啊！数据更是吓死人，原著小说豆瓣评分8.9，被称为后金庸时代武侠圣经。预告片发布12小时，播放量破5000万，弹幕量把《庆余年2》都干趴下，微博热搜前10占了6个，话题阅读量破8亿。业内人士预测，这剧开播热度必破9500，直接预定年度剧王。网友辣评：别的剧是古偶，英雄志这是古炸，炸观众的脑，虐观众的心。如今武侠剧早就被拍烂了，不是慢动作摆 pose 就是靠特效硬撑，但英雄志偏要玩真的权谋线，烧脑到要暂停做笔记。江湖线拳到肉，刀刀见血，爱情线甜3秒虐3年。建议开播当天备好速效救心丸，毕竟程毅的美强惨和李一桐的破碎感双重暴击，没点心理素质真扛不住。最后喊话爱奇艺，搞快点播，观众的 VIP 都快等过期了。至于能不能超越莲花楼，